可气的不得了！你看俺儿媳妇的嫁妆这是啥？看着飞不露出来。这能是黄金吗？这我拖着挺沉的，这估计得有半斤重。我看他的这个造型，这像过去的马蹄金。那儿媳妇没说这是搁哪来的吗？他说了，他说这是他家的宝贝，家传的宝贝。家传的。说是几百多年的黄金。这不又不顶吃又不顶喝的，你说要它干啥？怎么要它有啥用啊？你看你这话说了吧，它既然是古董，它就有古董的收藏价值。我刚才说啊，它这个形状有点像马蹄金，这拖着重量有半斤重，也比较符合马蹄金的重量。因为过去的马蹄金啊，黄金含量并不是4个9，所以里边含了有少许的其他材质。这个颜色经过这么多年的氧化，就变得灰不露出，这很正常。你说起来他这颜色了，我找俺朋友问问价，他说黄金不纯，准备给我按300块一克回收。你可拉倒吧，300块钱一克，你现在上哪去买黄金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像马蹄金这种东西啊，它可不是随便，对吧？你看含金量来算的，因为它这个收藏价值远远高于金价。再说这也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私自做出变现啊。哎呀，不卖不行了。我儿子上个月结婚，我借朋友10万块钱，要么把这个金块给俺朋友，要么再多给他几万块钱。那你这个朋友也太不地道了，这是典型的坑你啊！那要么把马蹄金给他，要么多给他钱，你这没有第3种选择啊！马蹄金给他一克，给你按300来算，这恐怕半斤多重，这还不够他的10万块钱的本钱嘛？不够也没关系，我朋友说了，剩下那2万块钱以后可以慢慢还。啥时候有钱啥时候还，不关键我儿媳妇会体谅我的。我倒觉得把这个马蹄金还给那朋友，肯定你们的家庭矛盾要开战了。你想想，那儿媳妇的嫁妆是啥？这是他爸妈给他留了一份念想，你这不吭不哈的给他卖了，这算咋回事啊？我觉得我儿媳妇会理解我的，毕竟我拿10万块钱借那10万块钱也是为他准备结婚结的。再说这一个破东西，好歹也卖几万块钱呢。我倒觉得，这个不说你卖的价钱也就算了，说你卖的这几万块钱。本不该生气的也生气，因为你这账算的不清不楚，连现在的金价你都搞不懂。半斤重的黄金现在都得10几万了，即使马蹄金的黄金含金量不纯，你就按90%来算，这一疙瘩现在也能卖个10万冒头吧。我这说的是它的金价而已，现在咱们来说它的古董价值。马蹄金距今已经上2000年了，出土的那都是马蹄金啊，都是中空的形状，而你这是实心的，首先年限未知。但可以肯定一点的，含金量它是很高的黄金，因为比重和成色在这方面了，加上你这个是那儿媳妇的嫁妆，我觉得无论它值多少钱，你都不能变现。即使你现在缺钱变现，我个人给你估的话，低于15万你就别出手了，这是我的估价。15万也行啊，那等我回去给我朋友最低要15万，这样就可以把欠账还上了。反正最低不能低于10万。我发现你这个意志力不够强大，我都给你估到15万的金价了，你这还是不能低于10万，你这是对那朋友要妥协啊！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这当婆婆的有难处，你可以推心置腹的跟那儿媳妇讲一讲，到时候她同意，对吧？你再去变现，这不更好一点吗？我感觉绝对不能给他讲，给他讲了之后，他肯定不让我卖。卖了之后，他天天吵我，我都没关系。天天吵你，那你这有罪受了。我觉得啊，这个钱财乃身外之物，婆媳之间的和谐才是最重要的。钱10万块钱也不多，你现在上哪上班，对吧？你也可以慢慢还，真没必要去变现那儿媳妇的嫁妆。尽量你不要去捅这个马蜂窝，不然的话，以后那婆媳关系处不好，你不是在家里天天受罪吗？是不是？没事啊，这点小事你就不用管了。我能完美处理好，谢谢你啊。没事，你自己看着办吧。俺兄弟仨准备分家嘞，俺爸妈传来这些老古董啊，给俺仨出了个难题，大小不一样，你说咋分？爸妈给你们留下来这么多古董是好事啊，兄弟仨又不是外人，按均分配不就行了？来，我看看都是啥嘞。你说的倒是怪简单，谁也不是傻子都想要贵的你说谁想要便宜的嘞？关键连真假还不知道嘞。首先可以肯定一点的是无论是银号还是银锭，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状态啊，这都是恁自己家传下来的东西，你这咋还怀疑真假呀？你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啊，都给俺大哥拿走了。我怕他给我来个狸猫换太子，这样的话不是就完了吗？
那你这很明显这有点不信任的大哥，但是你这放100个心啊，就你目前拿过来的这些东西，真假绝对是没啥问题。像这种适量的银锭啊，你想在市面上找一模一样的，说实话还真找不来。另外啊，像这种个头小的银号啊，这种壁面带彩带包浆的也没有一样的。只要不假就行，关键的就不知道怎么分。谁都想要个大个的，谁也不想要这个个头小的。其实为了公平起见啊，那兄弟啥，哎，可以集体啊将这些东西变现，然后按钱平均分，因为按价值分最合理。如果一味的分成3份，说实话还真不好分。按大小分的话，这肯定得有人吃亏啊。关键是俺仨的意见不一样，谁都不想要钱，主要是要钱几天都花完了，那是都想要实物，给孩子留份纪念。关键是谁还不想要这小硬币？你说的对，孩大不有娘，兄弟仨站到一块儿，肩膀头一样高，难免有时候啊遇到意见不统一。你们仨现在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这一堆几十个，这可不是啥硬币啊，这都是东三省的2角小银号。可能从数量上来看，这个银号没有这个银锭重，但是它数量多，而且品相方面各方面都好。明面上看着是吃亏了，但实际价值上可能是赚个大便宜。这你家嘞，你可别忽悠我。不忽悠你。就这一点东西，怎么可能比那个银元宝贵呢？与理不通啊！与理不通就对了，因为你们不懂行，不知道里边的价值。就你这几个号子，首先都是龙号，龙号这都是清朝那时候发行流通的。你看这各个品相保存的都非常好啊，壁面有很多都带彩。过去东三省啊是属于龙兴之地，所以经济不太好，大多数花销啊都是以这些银号为主。保存下来了，这品相不错，300一个，你自己算算，你数数看看能值多少钱吗？60个的话也就1-2万块钱，这人嫌弃的东西怎么成香饽饽了？那是不是另外2个更贵的？这另外这俩，这都是适量的银锭，个头确实比银号重，但是他们属于时间更久一些发行的。适量面值啊，在过去也算是大钱了，存世量并不多，能值多少钱完全是看状态和字口的。相比之下，你这个永福楼的贵一些，字口清晰，顶面还带光，定型了14000-15000的东西。另外这个双排锭，顶面字口不太清，但是好在包浆属于原味，这个相比另一个就显得便宜多了，大概是咱家大几千块钱吧。我是听出来了，这2个加一起的价钱，也就是相当于这一堆小硬币，差不多。那啥都不懂的人啊，根本分不出来好歹。那可被你说着了，你本身你这啥都不懂，对他们的价值你咋可能摸得清楚嘞？一般人啊都是只认为越大越贵，越小越不值钱。所以你刚来的时候啊，说你们兄弟仨谁都不想要这一堆小银号，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你这一估价，我算是豁然开朗了。争就是不争，不争就是争。对，我让他们先选。你这相当于是提前做功课了，最后啊，趁他们不备，捡了个大漏。兄弟之间啊，这点东西无所谓，谁多要一点，少要一点，肉烂都在锅里，赚便宜。说实话，也不是外人。我就问你啊，如果说恁大哥选这一堆银号，你说你咋办嘛？能怎么办？我肯定不给他分。说实话，这10几个小硬币啊，我是要定了。那是。我回去想办法给他们赖回来。那你看着办吧。虽然说我买不起衣服但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咋来？你赶紧给我看看，俺姐夫这块银元能不能值800块钱？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完全是看它的版和品相的。然后你今天拿过来个啥银元？我先看一看。卖不了800块钱，卖700块钱也行啊。我最看不惯就是那种狗眼看人低的人。卖几百块钱，我非得去买他的衣服。你这个人也是嘞，都抬杠吵嘴了，你还生那个气，完全是没必要啊。再说你这银元，这哪是几百块钱的东西 ？MS62的江南加沉7000点，原生态的包浆，而且壁面你看还带转光，状态确实是不错。你拿恁姐夫哥的这个银元来乱卖不合适啊！你还赶紧给恁姐夫哥拿回去。老板，你也别给我啊！今天遇见这个事儿，真要我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我去他店里试一件衣服，结果我打开网店一看，一对比，一样的款式，一样的颜色，一模一样，他简直比网上贵了1大半啊！我就多说了一句，他竟然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互相理解一下吧。你知道他那个价钱贵，在心里边知道不就行了吗？完全没必要给人家商家说。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店家的话，你房租付着，
灯光打着，电源鼓着，这都是有成本的呀。哎，他真是想强买。我在网上对比了一下价格之后，我就给他说明了。你和网上卖的同一个款式，我就想在你店里试穿一下。如果网上的质量没你的好，到时候我再过来找你买。结果他就不愿意了。哎，你确实是过分了。你说人家不哄你哄谁嘞？第一，人家开店做生意成本很大，你想贪便宜，你完全可以去网上下单，偷偷摸摸的，没必要告诉人家老板，是谁也生气啊。第二，既然你没打算买人家的这个衣服啊，那你就不要去试穿别人的衣服，毕竟人家也是干生意的，都不容易。换位思考一下，其实恁俩的这气啊，根本就生不起来。哎，啥都不多说了。这口气我绝对咽不下去啊！不争满口，争口气。我今天必须把这个银元卖了。必须去把他那件衣服买回来。必须让他给我当面道歉。我觉得恁俩还是算了吧，完全没必要再为这个事儿有啥任何交集了。况且你这个银元也不是你的。我先来给你说一下这个银元的价值吧。MS62分的江南甲辰龙，就光看这个分啊，说实话，你这几百块钱也买不来。MS 级别啊，就相当于没有流通的状态的银元，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是新的。这个新啊，指的是没有使用过。你看壁面的包浆啊，完全是110年前自然氧化而来，品相状态确实不错。主要是看壁面，你看带点撞光，这确实是喜欢人，而且还是一个7000点的斑。7000点这个斑啊，在这个7这个地方，前面有一点，其实和其他的甲辰区别不大，蛮龙鳞，前后字口属于全身打。就这样跟你说吧，就你今天拿过来的这个银元的状态啊，轻轻松松卖个18000块钱还是有的。那1万那不是更好了吗？对呀，他那个衣服才不过才600块钱。你都给我拿1万块钱的现金啊！我亲自到他面前装大款啊，让他给我道歉。我劝你还是就此打住。第一，不是你有钱，别人就会给你道歉。你把别人想的也太简单了。这才吵完架，别人不卖你衣服，更不会给你道歉。第二，这个银元也不是你的东西，你这随便拿出来表演也不合适。你还是太年轻了。就今天遇见这个事儿，我姐夫哥肯定支持我啊。你也帮帮我的忙嘛。这个忙我还真帮不了你，你也不要再去找别人的事儿了，省得你们俩见面再因为这个事儿吵架。你不是说刚才在网上看了便宜吗？你直接在网上下单不就行了吗？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再找其他人看看。这也不是谁兴的啊，这结婚谈对象不谈两个儿子的家庭。这俺二儿子30多了，到现在没谈上对象。没有结婚。哎呀，大姨，你这家里祖传的银元卖一部分。你这数量可不少啊，这没有100斤也得有几十斤。如果真是银元的话，大姨你这是要发财啊！我看你这全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全部都是罐装品相。虽然说这个锈厚了点，但是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东西。大姨，你今天买这些东西，准备替你二儿子娶媳妇吗？现在娶个媳妇不容易何况俺这家庭条件不好嘞。二儿子到现在30多了，还没有结婚呢。现在一介绍对象都是10几万的彩礼，要彩礼都要彩礼呗。还说这两个儿子事儿多。那现在确实娶个媳妇不容易，彩礼几十万，在咱这边都见怪不怪了。尤其是咱这边男多女少嘞，再加上现在女孩都有想法，毕竟这个是互联网时代，有些人啊听风就是雨，家里边有2个男孩的事儿多，这都是误传，说啥都有。有俩男孩父母都相偏，主儿关系这个婆媳关系不好处，所以说的人多啊，家里边的这俩男孩就变得不好找媳妇了。人言可畏他都不知道俺家里啥情况。俺家里边穷，俺大儿考上大学，留在外地他都不回来了。二儿子有点内向，虽然俺老两口挣的钱都给老大了，二儿子到现在没有找上对象。你看光银元我也是给他留着了吧。大姨，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这可不是啥银元，全是清一色的铜板。听你说的话，我终于知道恁二儿子为什么找不到对象了。你这是把大半辈子挣的钱都补贴给了老大，这二儿子结婚，你不得给他买房，不得给他下彩礼吗？难道你都靠这些铜板吗？
那你说实话，你都看不起我。二儿子没有结婚，他花不到什么钱呢。大儿子给城里他还不容易，贷款买那房子，也得那些钱，我不帮他谁帮他呀？这个二儿子他准没结婚，我也是一下也是给他留这些银元，几千块是不是？是花不了的钱呢。确实，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2个孩子，父母相偏不相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第3次大姨再跟你说一下，你这几千块可不是啥银元，如果真是银元的话，这上百万的价值还是有的。咱啥都不说了，你看看，我看看这只管值多少钱？我想给你吃个定心丸，就你这110斤的铜板，卖了能值个几万块钱，因为数量在这放着嘞。几万块钱够弄啥的呀？你给我看仔细点。放心吧，大姨，我肯定会给你仔细看的。因为这些铜板啊，他们都是过去晚清、民国那时候的主流货币，相当于现在咱们零钱，可以说是每家每户都有很多，所以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你光看恁这放的都110斤都看出来了。俺家以前是开厂的，这都是人家以前买东西给俺的，这是俺妈年轻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花掉，这是所以放到这边。对，一般像这些东西啊，都是老一辈留下来的，当时啊确实没来得及花掉。我就直接给你这样说价值吧。首先，你看你这罐装带铝锈，壁面锈还挺大，但是没有腐蚀到底板，大部分都是双漆多一点，算是流通过的品相嘛。就这些状态啊，能给你通达的话，不挑不拣的话，一个给你5块钱，直接一下子给你按个数。你别忽悠我了，你别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银子多少钱一斤，这一斤几千块钱，这上百斤，这不是上百万了吗？这大姨，你这账算了呀，你这算的不咋好啊。银子1克5块多，一斤也就是2500-2600，100斤大概也就20多万。你怎么着也上不了100万，况且你这也不是银子，这都是正八经的铜板不值钱，都几块钱一个。那算了，你把我气得不轻。大姨，你千万别生气，我没有胡扯的意思啊，也没有气你。我建议你啊，你再找其他人看看。俺弟弟啊，快把我气晕了，借我20万没还给我，不吭不哈嘞，他就提辆车，结果俺妈给我拿了一块银元，说让俺弟弟一个月的还给我。借钱买车，确实是年轻人的最爱。借你的钱啊，最起码不会有利息。来，我看看给你的啥银元。这个银元本来说好嘞是给我的陪嫁，结果我结婚的时候，俺弟弟有意见，没想到我妈今天却拿出来给我弟弟抵账。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这个银元你看兜兜转转，这不回到你手里边了吗？这个是大清宣三，装起来看起来还不错的，原汁原味的传世宝浆，壁面算是全身打吧，尾巴没有出云，前半笼虽说分数低了一些，但是价钱可观啊，可以继续留着给孩子们当个传家宝，这完全没啥问题啊。说实话，我看见这块银元，我心里都难受。你说我爸妈有多相偏？他越是对我弟弟亲，我弟越是不争气。本来说好给我当嫁妆的，结果我弟弟一句话，他们又不舍得给我当陪嫁了。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再往不好的方向去想啊，只会徒加伤悲。说实话，这个父母啊，大多都是普通人多，重男轻女都会有这样的思想，把你自个儿的小日子过好，比啥都强。你说遇到这样的弟弟，我能过好日子吗？借我20万，说是去做生意，结果不吭不哈，全款提了一辆轿车。我就说他2句，不乐意了，说让我放心，每个月还我5000。你说这算啥事？主要还是恁弟弟太年轻了，做啥事啊都不考虑后果。这幸亏是借了你的钱，如果换作是别人的话，别人肯定不愿意啊。20万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不少了。这买辆车开着怪舒服，完全是没考虑到你的钱也有用啊！把我气的就差点给他断亲，还是亲弟弟。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愿意赔钱买车。现在手机也打不通了。俺妈这出来当和事佬，你说这一块银元能干啥吧？说实话，你买辆新车回来啊，转手再卖的话，肯定是赔钱。恁弟肯定也懂这里边的道理，他肯定不会接你的电话。事已至此啊，你也别再抱怨了，反正是恁亲弟弟，恨铁不成钢，也就这样了，你就默默的这个接受分期付款，这我感觉也挺好。
你还是先看看这块银元值多少吧。值多少钱？我给你详细看看啊。大清玄山入的是 PCGS 的盒子，给分是 VF30分。先说一下啊，皮盒评级标准非常严格，如果状态差的分啊，肯定是不给分的，给分啊就比不给分强。通过盒子可以看到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底板属于传世状态，一般像这种传世状态啊很受欢迎。典型的前半龙啊可以从这个龙尾这个地方区分，尾巴这里不出匀为前板。前板发音量其实比这个深板少，大多都是属于弱打，也就是大部分品相都不太好。但是你这个前板啊全身打，最主要的表现它这个内齿上，你可以看一下前后都是不缺内齿的，字口还算可以，这个流动痕迹不是太明显。就这么跟你说吧，你这个银元啊轻轻松松卖个1万多没啥问题。1万多，对，那相当于还有19万的余款，那是1个月5000的话，还得还3年多。对，这越想我越是生气。那你没办法，恁亲弟弟你应该很了解啊，对吧？跟你一块儿长到大了，他的脾气是啥样的，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事以至此啊，对吧？已经是这样了，你也不要太在意。我感觉恁妈当这个和事佬也是被迫无奈，这个银元不管跟你以前当没当嫁妆，你都不要再怨恨恁妈了，咋的？这咋说呀？自己亲弟弟的，这样吧，这个先给你嘛。给我搁这儿。对，我回去再给他说说。那行，好。真没想到啊，也给我留下一块这么值钱的银元啊！昨天邻居居然给我出30万，我害怕卖吃亏了，所以让你帮我看看价。那邻居如果真给你出30万的话，只能说明他对这个银元不懂。我看你这是一块普通的中元，字口、品相、状态都不错，唯一漂亮的就是它的包浆，属于全身大老黑的包浆。这种包浆啊，确实难得。但是我没看到签字版，更不是其他之间的版。他这给你出30万，绝对是天价。别说30万了哈，就是卖3万，说实话你也不亏。我对这个也不懂，俺邻居说能给30万，我又害怕我卖吃亏了，所以找你这个专业来给我鉴定一下，这到底是啥样的银元？你这一块严格的来说是一块中元，比我们常见的袁大头小一半。在过去啊，2枚炸的中元才能兑换一块那个袁大头。袁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而你拿过来的这个中元啊，它就发行了3年1个元份，所以它这个存世量比袁大头少很多。像正常的袁大头一块大概在1000元上下，而像这种中元啊，少说大几天，有的呀甚至上万。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我这块银元比较少见。对，俺邻居他啥也不懂，因为他儿子准备结婚嘞，他想找一块那老古董送给孩子，正好俺家里面有一块银元，他也知道俺祖上是过去的大地主，所以想给我买回去。既然是邻居啊，他对你们家肯定是知根知底的。一般现在大家手里边都有钱了，都想买点稀少的古董啊，给孩子图个吉利。像这种银元啊，它这个谐音非常好，银元寓意孩子婚姻圆圆满满。唯一美中不足啊，就是那邻居对这个银元不懂，出30万来买这个中元啊，很明显这个价位给的太高了。说句实话吧，俺邻居家里面比较有钱，他在我们这开了一个饭店。你刚才不是跟我说这块银元比较稀少吗？现在咋又不值钱了？中元比这常见的袁大头来说，确实是比较稀少。但是再稀少的银元，它现在也有一个市场价。就拿你这个中元来说吧，第一，它这个裸币没有入盒，它这个能值多少钱啊？完全是看它品相了。首先最漂亮的就是它这个壁面的包浆，属于全身的大老黑。一般像这种黑包浆啊，都是很难形成的，所以你这个中元的包浆是它的一个大亮点。包浆确实漂亮，因为中元啊含银量只有80%，所以存在很多偏弱打的比较多。而你的这个我没有看到有任何弱打，字口它都是全身打的，而且你这个中元的高点，像耳朵还有它的发丝，都特别清晰，状态确实是好了没法说。我给你大概估一下价钱，你做一个参考。我个人认为啊，你这个裸币中元现在也就是大几千块钱吧。这估的价钱也太低了吧？俺邻居好歹出30万呢，这落差可不是一点啊。那落差确实是挺大的，所以那邻居给你开了30万，我个人认为啊，有可能是给你开玩笑的。像你说的，那邻居在街上开了一个大饭店，年收入肯定也不会低了，人家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30万买这一块比较常见的中元，除非啊
他这个脑子是进水了。他精神正常着嘞，我感觉30万卖的挺好嘞，最起码我少奋斗好多年嘞。反正他买给孩子嘞，他未必就知道那行情价。哎呀，你这话说了都不够一句了。刚开始你们俩都不知道价钱，30万相当于是开玩笑了。今天啊，你拿这个中原来找我啊，啥都打听清楚了。你这还一味的卖30万给那邻居啊，你这就太不地道了。再说啊，他拿这块中原稍微一打听这个行情价，你这不是掉底了吗？到时候再因为这些钱财，说实话，再生气，关系就不太和谐了。不是咋知道嘞？他一下子给我30万，我这年纪轻轻都有几十万了，反正我不强买就行了。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那你试试也行。哎，没事，你试试吧。我去试啊。好。最近一段时间啊，该我倒霉。咋了？昨天被俺家邻居的这个猫抓伤了。我准备打几针灭火疫苗。没想到他却陪我一块破姻缘。无论是猫抓还是狗咬啊，第一时间打疫苗是对的。来，我看看陪你的啥样的姻缘。疫苗针我还没去打呢。我先去这个防疫站咨询了解一下。说这个一针带进口的得好几百，这几针下来得1-2千啊。这个狂犬疫苗具体多钱一针，我还真跟你说不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的，赔你的这个姻缘，打疫苗的钱肯定是花不完。赔给你的是一块 AU50分的北洋34年长尾龙，正儿八经的壁面全身打，满龙鳞高额头，而且还是全自口，这个壁面还带光。这赔给你这块姻缘啊，我看那邻居啊还是挺负责任的呀。你的意思是我花1-2千不吃亏是吧？对。但是被猫抓伤，这件事我是越想越不对劲啊！要不是他家的猫跟我家的猫打架，要不是我过去给我家的猫帮忙，你说这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哎，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现在再抱怨也没啥意义了。况且别人都赔你这个损失了，你现在只能是把这老老实实的把这个针给打完就行了。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现在我不只是打针这么简单啊！打完针我就发烧呕吐，白白挨了一针不说，还得在这里受罪。我感觉啊，我邻居他应该赔我精神损失费。哎呀，确实我看你精神是萎靡不振的，原来是打针产生了不良反应。2只猫在那打架太正常了，你这参与进去受伤，这个就是你的不是了。况且哪只猫抓了你还真不确定，哎，想开一点就行了。说实话，你这个邻居啊，为人还是不错的，哎，好歹人家陪你一块状态不错的姻缘。你再说其他的话，那你俩只有这个吵嘴了。我肯定是希望利益最大化。既然事情已经出了，因为我对这个姻缘也不懂，怕他赔我的姻缘不值钱，我还是仔细的问问你，就像这样一块破姻缘，你说这现在具体能卖多少钱呢？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希望自己受了罪，能获得更大的赔偿。那啥都不说了，就单说你这个34年的北洋龙吧。首先，像这种盒子币啊，它是带分的。你看 ，AU50分就是流通过的姻缘，品相状态给50分的这个评价。基本上玩盒子币啊，这个分值算是一个价格参考，只有带分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给50分的话，我看这明显是延平了，因为你看这个壁面，你看它是带光的，这给一个55分，这也不为过啊。虽说这个34年长尾龙发育量比较大，但是你这个品相状态确实是不错。龙样主要是看它这个龙鳞，而你这个龙鳞啊，可以说是全龙鳞。你看从头到尾，哎，这个龙鳞都没有磨损，说明这块币在当时市面上没有流通过。额头是龙面的最高点，也没有完全动过。两面字口相对来说也是全身打，最主要是它这个壁面你看带钻光，一般像这种带钻光的呀更喜欢人。就目前你这个姻缘嘛，我给你初步估价能给到4500左右。4500？对，这价格我还是比较满意的。相当于打完针又白得3000块钱，够我花几天的了。听完这个价格之后啊，我这心情真是又好多了。你这本身也没啥人，应该是你想多了。有时候男人啊也会像女人一样，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不得劲，你看开一点就行了，不就是挨几针吗？根本伤不了啥大脾气。你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真没扎在你身上。不过我发现一个发财的好项目，以后没事啊，专门去上俩猫打架，我从中劝架，再抓着我的话，我还给他要赔偿。得了吧，你这种想法不可行，被猫抓狗咬啊，冒的风险太大了，何必拿健康去开玩笑了？万一哪一天你真中招了，
就是给你再多的钱你也花不掉。再说那邻居这次陪你一块医院，让你赚个便宜，你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人家的事，都是邻居对吧？这也不太地道。算了吧，出给你吧。以后走一步算一步吧，反正我心情还不是太好。啊，那行，那我给你算算。发财的机会来了啊！这一次想不让我发财都难。我把这个冤大头卖1000块钱，我当路费要去干一件大事儿。你这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卖一块冤大头当路费，哎呦，你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冤大头啊！你看上面标注了有它的版，O3版，这个是欧版大头里边的大名誉品，欧版三角冤。你这张口想卖1000块钱，恐怕这个银元不是你了吧？东西来历你不用怕，这是我拿了我爸来。因为时间赶得比较紧嘛，值不了1000块钱，你看着随便给点吧。正好相反，你这个欧版不是不值钱，反而比着你要了价钱啊，能多卖很多。所以我才好奇的问问你，你这遇到啥喜事了，恁高兴啊？我这是真遇到一件好事啊！我和我朋友准备去上海一趟。他那边有一个什么机构，有一个什么挑战。好像说交几千块钱的那个报名费。1个月不让玩手机电子产品。只要能坚持下来啊，据说有几十万的奖金嘞。我这年龄都那么大了，也是一事无成。这突然间有这么好的事我无论如何再去试试。那是嘞。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就是喜欢睡觉。只要一日3餐能给我保证没问题。别说1个月不让我玩手机，就是1年我也能坚持下来。遇到这种羊毛不屡白不屡。你先不要太激动，这事儿现在在网上炒的是沸沸扬扬。先不说它的真实可靠性吧，首先参加这个项目，它好像有一个几千块钱的报名费吧？对呀。和你一样好奇的人啊，大有人在。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下。如果报名了有100个人，中途退场玩不下去了，肯定也有。再或者啊，他在房间里边给你弄了有手机、电脑、现代化的东西，在你面前整天晃来晃去。有些人不身临其境啊，意志不够坚定，你用手碰一下你就违规了。没去之前喊口号喊的是震天响，结果意志不坚定就前功尽弃了。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我劝你最好也不要去参加。我心理素质过硬。经常我爸把我面壁思过。我从来都能坚持很长的时间。再说押金几千块钱，是我朋友帮我交的。我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不给奖金。如果我不去试试，我哪能知道能不能成功啊？听你说这话，完全是好奇，好奇心害死猫啊！押金有恁朋友交，不怕神一样的对手。那下一句咋说？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别讽刺我了，看这个大头能给多少钱嘛？没有讽刺你的意思啊，报名费好歹几千块钱了，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走一个过场的话，朋友的钱也就太亏了。还有你这个欧版三角元大头，你这上来就开口要1000块钱，只能说明啊，你对这个银元不懂。在欧版里边，O3这个版呢，它是名誉品，版别主要是看它这个三角元，还有这个欧制暗记，特别明显。首先它这个版发行量比较少，所以价格比这欧版贵一大截。而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首先啊，它的发丝比较稠，和9年金发丝一样。发丝是欧版一个好坏的关键，壁面包浆也可以说是淡黄彩。一般像这种品相的欧版三角元啊，那把收藏一块也不容易，你这去挑战也不一定靠谱。我建议你还是给他还回去吧。你别这样，我都拿回来了，我再拿回去都不太合适。我朋友还在等着我嘞。你能给我2000块钱便宜了？你这东西越便宜我是越没法要。还是那句话，你这个发财的项目不靠谱，如果你真想去试试啊，不妨你在家里边关自己1个多月的禁闭，中间啊不与外界联系，不使用任何电子产品，不管成功与否，你先在家里边练一练，总比拿着钱对吧去做一些没把握的事强。东西你还拿回去了。你这人真奇怪啊！便宜卖给你都不要，真是另类。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我说的，对你绝对没有坏处。俺这俩娘这个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咋了？我昨天结婚了，竟然一人送块破银元，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人都不给你拿干里了。听你说这话，这有点看不上的意思啊。确实看不上。最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你这俩可不是普通的银元，2块大老黑包浆的赵忠和这个大清，可以这样跟你说，这俩银元在龙阳里边是数1数2的，这俩也都是裸币。如果说去装个盒子，这礼尚往来，再咱全国这都掉不了地。
我感觉在我这就掉底了。平时他们家有个啥事儿嘞，我都给他们发红包拿钱嘞，少了给100，就让他们生孩子干啥嘞，我都给他们拿200块钱。你说在我这结婚的这是大事儿，他们俩竟然一人给我破姻缘，这不是过来气我了吗？你确实是想多了，你这俩哥对你已经很不错了。虽然说这俩姻缘看上去有点黑，但这算是他的褒奖。这种褒奖啊，在姻缘里边很吃香，因为你不懂，所以分不出好歹。你平时在咱这水里拿钱100、200可不算多啊。你就像咱们这边，谁家办个喜事摆个宴，200、300很平常，关系稍好一点的500、800，这现在也很正常。关键是不是我没有钱吗？一个月才4、5千块钱的工资，我这还得买化妆品，月还得去做美容。再说了，我说俺家老小，我平时给他们拿少，这是我办事结婚了，他们得给我多拿点。天猫老公鸡他们就是1毛不拔。你这形容词用的似乎不妥，好歹你这俩哥也是给你俩姻缘了。不过你这一个月4、5千块钱工资可不少了，你不能总仗着自己年龄小就任性啊。既然踏入社会了，你得懂得人情世故。你像平时给别人拿多少钱，轮到你办事的时候，别人同样也是以同样的规矩对待你，所以你平时感觉那哥不亲，你总不能对吧？按你的要求，你让他们还怎么着啊？你不懂，俺俩搁他们家都有钱，这好歹我也是结婚的，你说这一辈子人能结几次婚？那是，这不是让我回家在面前丢人吗？难看。说实话，这些姻缘其实就是钱，大不了你可以把它们卖掉换钱，怎么会让你难看呢？就说你这里边最便宜的这个大青吧，你看这壁面是无戳无伤，看龙尾这是一块深斑，大青主要是看它的花枝，你这个花枝状态还行，龙鳞磨损也不大，整体你看一下刺口非常清晰，算是深大。我看不出有啥毛病，最漂亮的就是它的包浆，这都是全身大老黑，就冲你这个品相，我给你个大几千没啥问题。就这块破姻缘能卖几千块钱吗？对呀，我还以为100块钱一个嘞。又脏又破，咋能值钱？因为你对姻缘不懂，所以这个价位不了解很正常。姻缘现在是无机文物了，存世量是越来越少，所以好品相、好状态的也会越来越高。另外一块是早比中长，无论是它的价位还是它的存世量，都比大青玄山少。你这个好在它这个包浆上，包浆和大青应该是出自一窝。状态来看的话，龙鳞和鼻子高挺，龙鳞也没啥磨损，正面字口的话也算清晰。目前你这个状态能给到13000左右。这同样是哥哥，他们俩竟然送我的姻缘，价值竟然不一样。你看他们俩办这事儿，典型的是一个人看得起我，另一个人看不起我。你这稍安勿躁，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姻缘币种不一样，价位区别很大。你即使是2万，同样的币种，有时候状态好一些、坏一些，价格影响也很大。所以看在这个大几千的份上，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那不行，我得找他们去对自己，必须得问清楚，他们俩这到底是啥意思呀？嘿嘿，你也别太任性了，说不定他们俩也不知道价钱。你这本来结婚是大喜事，一场高兴的事，何必对吧？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嘞，对不对？那你都别管了。谢谢你的鉴定啊。没事。今天去郑州市区收破烂，转了一上午，200块钱收了一个破姻缘，你帮我看看真假。200块钱收一块姻缘。是真是假你都不知道，你别开玩笑了。来，我看看。我想着应该是不假。这一个穿黄衣服的老太婆卖给我的，她说是从垃圾桶里扒出来的。还真别说，你这运气还真不错。这姻缘搁着盒子，这都是一眼大开门。5F 30分的大青玄山前半龙，皮革评分果然很严格，老包浆老味道的状态。随便给个国产的盒子，给个50分没啥问题啊，确实是不假，盒子也没有破损。你这收破烂运气不错，相当于是接个馅饼，捡个大漏。不假就行，因为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我就害怕收到假货。这姻缘小时候我也见过，我邻居给他孙子加工银手镯。你看这个给我媳妇儿加工一副银手镯咋样？嘿嘿，刚才我还正夸你捡个大漏了，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又出幺蛾子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你疯了吗？那金店有多少现成的银手镯？你花钱买一副不就行了吗？再说你现在加工银手镯，第一个工费贵，
第二个款式也难看啊，最重要的是银元给毁了，你这是和钱过不去啊。哎，我这银元不是买的便宜吗？都说银元里边的银子，含银量高啊，戴上说不定有一定的保健功能。再说我干了收破烂这一行的，以后要什么样的银元都多的是。哎，你这话很明显，你都啥都不懂。你一个收破烂的收到银元，完全是你运气好啊，你赶上了。说实话，真正懂银元的，谁会卖给你？再说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对于现在主银999银饰来说，你这银元它的含银量算是最差劲的银子了。关键是你做生意也不容易啊，你好不容易捡个漏，你这可不能当儿戏啊。哎，你少管闲事，不就200块钱的银元吗？难道你还给我2000块钱不成？哎，你还真别说，2000块钱确实是少说了。我给你来讲一讲这个大清玄3啊。首先，你这个入的是 PCGS 的盒子，而且还给分了。虽说只有 VF30分，但是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板蓝花，因为你这个龙尾没有出云，这是属于典型的前板龙。无论是深板还是浅板，市场价位啊都差不多。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壁面流通痕迹这一点都不明显。龙鳞包括云朵、内齿，包括这两面的刺口都没啥问题。正面就除了这个珠圈，你看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磨，其他完全没问题。很明显你这个分数啊是延平了，正宗的传世品相。个人感觉啊，现在卖个1万块钱完全没啥问题啊。哎，不会吧？你能给我1万块钱？对，这让我激动了，不知该怎么说了。你1万块钱收这个价格肯定在1万以上。对，你要是不忽悠我就行。哎，你说的很对，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了。我给你报的都是现在的行情价，因为这个银元啊，它是看品相报价来。我再正式的问一下你啊，你现在你还拿着这个银元去跟你媳妇儿去加工银手镯吗？别开玩笑了，我又不傻。去今年1万块钱可以买黄金了，我肯定不去加工了。另外他捡了应该还有，我明年还是继续找他，说不定还会有惊喜。这个我给你留这里吧。你能算清楚账，说明你是一个做生意的。明天到地方之后，你最好拍一下它的正面、反面，确定一下真的再去买，别给人家多实话，你别给人家那少，200块钱太少了，多给人家掏点钱。到时候我留个心眼，我到时候多给他点，懂不懂？好。老板，俺家捡上了一块宝贝。哇塞，好沉呐！我找收破烂来，他们都说收不起。帮我看是不是黄金？哎呀，是不是黄金？我再细看一下，你这个东西确实够沉，我这托在手里边至少有10几斤，可以肯定一点的，这绝对不是黄金。如果是黄金的话，这么大个的话，我这一只手绝对托不起来。这东西这是搁哪来的呀？这是俺家里面祖传下来的，今年一直给堂屋里面放着。我看这个形状可像一座房子。正好我那一天看电视剧，看见以前汉武帝娶到皇后的时候，专门打造了一间金屋。我总感觉这个东西和电视剧里面那个金屋可像。你不能感觉很像，那未必就是那个金屋。很多人经常说你这电视看多了吧？咱们说话得有依据。金屋藏娇它只是一个成语而已，源自小皇帝的一句玩笑话，并没有真正的做那个金屋。况且啊，你这个即使是金屋啊，你自己看看，这管住人吗？你看汉武帝他姓刘，俺家正好也姓刘我莫名感觉这个东西都和皇室有关系不然的话我找好几个收破烂的，他们都说收不起。这别人收不起肯定有一定的原因。首先你卖东西啊，无论是啥你都得面对现实，可不能把它想得太美好，你就胡乱要价，不然你啥时候也卖不掉。我敢问一下，你这给收破烂的要多少钱？我就给他要了10万。这如果是黄金的话，那远远不止10万。这几天找了好几家收破烂的，他们都说收不起。10万，看来你是找错人了。一般像我们这里收破烂的呀，大多都是上年纪的人。你别说10万了，你就是卖给他们一个上千的东西，这基本上大多数他都没赚那么多钱。我看你这个绝对不是黄金，外边刷了像是一层金漆。你可不管乱说话。这东西在俺家我记事的时候都这样嘞，这咋可能刷一层漆嘞？你都说说能给多少钱吗？咱们先别谈钱，谈钱啊有点俗。
你这个东西首先来看啊，你看它这表面有很多这个气泡，这种气泡的产生，说明它在做出来的时候啊，产生出来的。通过这种材质可以肯定和这个黄金无关，再加上它的重量也与黄金不符。通过这次全方位的细看，你这个做工啊，其实并不是太好。我这边有个吸铁石，来看一下它的反应吧。哎，吸着了，你这很明显，这都是一个铁疙瘩。吸铁石能吸到也不一定是铁啊。那过去那个金银里面含的都有铁。你做这个嘞，你应该啥都知道啊。那是的，这个不跟你抬杠，因为过去的炼金技术达不到现在的水平，只有很少微量的杂质没有提炼出来。总体来说，含金量你像金条啦，都能达到98%以上，没啥问题。才不是嘞！我看那有些银元，那很多人拿吸铁石来翻。我这个黄金只能说不纯，你开个价吧。你这个东西我真要不了，但是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啊，银元用吸铁石来翻，那都是一些无聊的人在闹着玩的。银元和黄金还不一样，金砖、金条、黄金量，它的含金量很高。银元是流通货币，为了在流通过程当中不使它磨损变形，是故意往里面加10%的铜。而过去的铜啊，它没有提炼干净，里边有少许的这个铁，所以很多人啊，经常用吸铁石在那里翻，它的原理是这，和这个黄金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和你这个铁疙瘩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管你咋说，我这个你能给多少吧？能给多少？这个说实话，我还真要不了我确实要它没用。铁疙瘩的话，对吧？我要它干啥？这样。我这要不了，并不等于它没有市场。你再找找那些收破烂的，说不定那些收破烂的能给你个好价钱。送你一句话鉴定结果太让我大失所望。那没办法。这次俺妈可要发财了。咋了？准备贷款装一楼顶的光伏，据说1年能挣好几万呢。今年说啥也得把这银元卖了资助他。在楼顶上装光伏发电的话，你得谨慎了。说实话，我们个人家里边产生不了好几万的收益。我看你这银元这也没啥值钱的种类啊，像这种银元很便宜，你看壁面上它都带戳，好不容易吧，你这里边有一块冤大头，但是你这压力这做工啊，我看着太浮。这么多银元的话，加在一起也卖不了几个钱儿。能卖多少是多少吧。本来他们装光伏是租我们的楼顶，100个平方，1个月给我们2000块钱。第1年的租金算是押金。而且我们能免费用电。然后过一段时间说这些钱准备让我们挣。只需要给他们几十万的成本就行了。听你说起来，确实诱惑性挺大。你像我们普通人家的房顶啊，有很多都在那控制着，闲着也是闲着。一个月多出来几千块钱的收入，确实挺喜欢人的。我个人认为，一个月给那2000就得2000啊，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给他们买下来嘞？你傻还是我傻呀？如果不给他们买下来一个月最多就2000块钱的收入。那是买下来的话，一个月能得到5000块钱呢。你说谁会和钱过意不去？你说的很对，这个挣钱啊，肯定是个好事，这个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关键是一下子投入几十万的成本啊，最起码得很多年才能赚回来。我的意思啊，你这1分钱都不用投，每个月白白带2000块钱，这样做没任何风险，似乎啊更稳当一点。不咋本咱求利啊，一个月才2000块钱太少了。对，肯定没有5000块钱喜欢人呀。那是。再说了，楼顶装光伏，下雨天防雨，夏天隔热，一举两得。确实这个好处挺多的，只要你们感觉划算就行了。还是言归正传吧，就说你这些银元确实卖不了几个钱，尤其是这一块冤大头，这个银色我看着不是太舒服。这东西搁哪来的呀？这块是我朋友给我的，他经常去古玩街地摊上去扫货，捡便宜买回来的。玩银元可不能随便捡便宜啊！银元种类虽然多，每一个币种都有它的市场价。就像你这个是普通3件的冤大头，正常的通货现在是1000多一个。而你这个的话，壁面压力很明显达不到，银色没有老气，它这个边齿你可以看一下，很规整。银子倒是银子，这种银元在我们行内称为真银假币，成本价大概也就100块钱嘛。这也太便宜了吧？虽说是他送给我的，没要钱，但好歹在我手里也放了好几年了。一般像这种银元啊，你就是再放几年也没什么意义。
假币它就是假币。从音色上看和你这些营养，你看他们没法比。你看你的这些营养，这都是一眼开门的。真银假币因为它不是国际发行的，只能是银价，不适合收藏。而你的这些阴阳虽然说品相不太好，你看壁面这各个这都带戳，但最起码它是过去老了呀。唯一不令人看好的就是阴阳的价格便宜。第一，他们的发行量大，从晚清一直持续到民国。第二，就是10个阴阳带9个半戳，整体品相都拉垮。唯一的好处就是它便宜啊，所以说玩的人也比较多。你这些品相状态来说，一个300-400块钱吧。300-400块钱一个太便宜了，我也以为几千块钱一个嘞，这也卖不了多少钱啊，这很明显帮不上我妈的忙了，这可咋办？这些银元行情大概就这样，如果你感觉帮不上忙，那光伏的事你可以先放一放，反正现在光伏在咱家楼顶也搬不走，你也不用着急，说不定趁这段时间你可以找一些懂行的人帮你参考一下，到时候你再投，对吧？也不晚。这事不能找人参考，人生发大财就行了。万一被别人截胡了，就啥也没有了。你这说话太逗了，东西啊，你看都已经装咱家楼顶了，又不是啥香饽饽，看把你下来吧。少一事还是比多一事强，反正我感觉要保密。好吧，你看吧。我这个房东太气人了啊！租他1年房子，我这住了几个月，不想住了啊！他竟然不退我押金和房租，我顺手拿2房银元。租房不退押金啊，是需要你们俩协商。但是你拿人家这东西啊，就说明你不对了。来，我先看看你的啥银元吧。明明是他不退给我押金和房租这明明就是他不对了我凭啥去给他协商？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你就看这俩银元值不值2000吧？值不值2000块钱？其实像这种平级银元啊，价格参考非常好把控。就像这个日本的龙样，状态能达到 MS63 的级别，但是玩家比较小众，也卖不上什么价。反而像这种8年冤大头更受欢迎，2户8门在8年里边也算是一个好版了。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啊，这俩银元远远不值2000块钱。值2000块钱我都放心了。我租他的房子的押金只有800块钱，剩余3个月的房租才1200块钱。你说我交了1年的房租，就住了9个月，要不是工作有变动，你说我能会退房租吗？他不理解我就算了，竟然还不退我押金和房租。你也小气儿，这个租房的时候啊，你们应该签了有合同，或者是你们俩口头约定了，应该有约定。这个具体押金房租怎么交怎么付，白纸黑字应该写得很清楚。我说句公道话，不能因为你的工作变动，说不租就不租，说退房就退房嘛。我房东也是这样说的，我一听他这样说，我就很生气。说实话，我们当时签的是2年的合同，他就揪着这一点儿不退我押金，也不让我转租，所以当时我就拿他2块银元，我就跑出来了。说实话，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就你目前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你现在就做错了2件事。第一，你合同不到期，很明显你这边不占理。既然签了2年的合约，如果工作有变动，押金你就直接放弃就行了。第二，你更不应该拿人家2块银元，你这强行给人家拿出来，被房东倒打一耙就麻烦了，因为这俩银元啊非常值钱。那既然值钱的话，我就不准备还给他了。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简单的问题你千万不要搞复杂了，把问题简单解决了不就行了吗？我给你来说一下这2块银元的价值。MS63 的这个日本龙状态分值这都好了没得说，典型的微流通的状态。这个可惜啊，日本龙它这个玩家不多，加上历史原因，我们很多人啊都排斥这种银元。日本龙虾啊整体状态品相都挺好，你这个壁面你看一下，而且还带光，目前来看大概也就1500左右吧。一块1000多，对，那2块就2-3千了。是嘞，我是对这些银元不懂，只要能值钱就行了。我要的就是一个主动权。银元币种不一样，价值区别还是很大的。日本龙啊，在咱这边玩的人不多，但是另外一块8年就比较贵了。8年的冤大头啊，随便一块都好几千。而你这个也不是普通版啊，你看标注的是2户8门，2户8门怎么来区分呢？就是在它的胸前和胸后内齿上有2颗顶珠，这2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版的暗记。因为8年版多，但是有些存世量少，
就像这个二虎8门的存世量就少。公模评级给的是 XF45，XF 就是流通过的状态，流通痕迹这前后不是太明显，就冲你这个状态来说的话，轻轻松松卖个7、8千没啥问题。乖乖嘞，两块加在一起顶我1年的房租了嘛。对，那我还说啥呀？今天就直接卖给你吧。算了吧，像你这种情况我肯定没法要。你看我自始至终我也不建议你卖，因为你们之间啊存在纠纷。第二个，你拿房东的银元啊很明显疏离了，如果你给人家卖了就犯大错了，千万别冲动给那房东返回去。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听，你们俩都没损失，好好的协商一下，具体把这事解决了就行了。那算了，你都不用管了。好吧。听说现在的银元涨价了，我这有一个祖传的算盘，可能算盘不值啥钱吧，但是这上面的银元啊，我想把它们去掉卖了。银元价钱现在确实是不便宜，一般都是要那种全品。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这都是在算盘上镶嵌着呢。这即使给你取下来啊，这些银元也都变形不成样子了。一般残缺变形的银元，即使是真的，也都基本上是一个银价，100块钱一个而已。况且你这算盘上的银元，你看。这都生锈了，这东西咋变成咱家祖传的了？哎，你这老板眼力可真好。这个算盘是俺媳妇家传下来的。我媳妇嫁过来的时候啊，当家长带过来的，现在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了。在我们家也有10来年的历史了。这个不管是谁家里边传下来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上面的银元没必要取下来。第一个影响它这个美观。后续你这算盘看上去的话光秃秃的。第二个，这个算盘我看了并不算老，真正的老算盘说实话比银元值钱。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搞破坏了，给你还是回拿回老实拿回去吧。哎，你这老板咋这样啊？我好不容易把东西拿过来了，你这话说的这不值钱那不值钱了。如果真不值钱，那网上的专家能给我100万吗？网上专家给你100万啊？这个网上专家如果真给你100万的话，那你就更不能搞破坏了。说实话，你这一破坏，那这还能值100万吗？没有让你搞破坏啊，我就是想让你看看上面的银元值多少钱，会不会比网上的专家给的高？谁给的高啊，我就卖给谁啊。你这叫待价而沽。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这上面的银元，你看在上面镶嵌着，这是总共是6块银币，6块的话也算是2块银元，4个银号，因为另一面也看不到。这2块是9年的冤大头。冤大头总共发行了4个年份，3、8、9、10，里边数量最贵的是8年，你这个8年直接可以排除掉了。9年里边做工最好的呀是9金啊，咱们就全当你这是2块9金。9金的话主要是看它的发丝，你这2块发丝也只能说是一般吧。即使给它完整的话，我就给你个1000多块钱呗，这2块3000块钱一大管。不对呀，难道不是个头越大越不值钱吗？应该是那4个小的之间吧。你说的正好相反，银号里边最便宜的当初是2角，这个2角在过去它的使用率偏高，所以它这个发行量也比较高。因为镶嵌着呢，这个具体年份也看不出来。4个2角银号直接给你按4000来估，好品也就这样的价钱呗。那照你这样算的话，这上面的应该不值钱啊。对。网上的专家给100万，应该是看中这个算盘吧。卖给你算盘，你看能不能比网上的专家高？说实话，网上专家估的价我还真给不了你。既然你今天来我店里边了，我就简单跟你说几句啊。这个网上专家说的话其实并不可信，通常他们的套路是把不值钱的东西，给你无限扩大几万、几十万倍，然后哄抬价格获取你的信任，然后再让你去找他，承诺到地方就给你100万，然后等你到地方之后先让你鉴定、评级、上牌。看准你想发财的心理，各种理由宰你。说实话，你这个算盘并不老，这工艺这一看就是现代的机制品，珠子你看这都是廉价的大理石。过去的老算盘哪有这样的呀？最重要的是上面镶嵌的这银元，你看在过去镶嵌的那可都是一眼开门的老银元，而你这银元连银子都不是。你看上面，这都氧化褪色生锈了，所以我看市场价这一个算盘也100块钱的东西而已。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不能听信你的一面之词。100万，这个钱过不去，我得亲自跑一趟找专家。那你去跑一趟也行，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记住一点，到地方之后凡是他让你掏钱的事一件也不干。你是去卖东西呢，不是去给他送钱的。好，谢谢你老板，让我掏钱我都不干，他不给我100万我也不给他嘞。对，好吧，你去试试吧。
这俺爹啊，真不懂事。这借钱是吧，竟然不给我利息。就这还是亲戚嘞。真是让我看不起他。你给我看看，他给我这块银元值不值2千？这个欠债还钱啊，天经地义。亲戚之间借钱啊，要利息还得分人嘞。来，我先看你那啥东西吧。俺爹啊，这一点规矩都不懂。咋了？就5万块钱借3年了啊，就给我一块这破银元。我听明白了，相当于这一块江南人银，恁弟弟给你的利息，这个江南人银远远不值2000块。这个状态确实漂亮，尤其是它这个壁面的包浆，这种包浆是属于酱菜包浆，龙鳞有少许的这个磨损，纸面是属于全身打。哎，这块银元不错啊，这当利息，你别说借你5万，就是借你10万当利息也绰绰有余。这是咋回事？这不是俺亲弟吗？哦，他那3年前用钱了，借走5万块钱。那长时间了是吧？啊，钱还了。不想给利息的事。你想给这个银行借钱也得给利息的，对不对？那是。他给我装逼。哦。到这儿了，我提醒他之后，刚好他最近还银元了，他给我一块这银元。哦，原来是这种情况。说实话，亲兄弟之间啊，我感觉这个感情要远远大于利息。因为啥嘞？因为这个钱多钱少，对吧？都可以再挣。但是兄弟之间这个感情没有了，这啥都没有了。那不是嘞，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啊！那是。这我该回去给俺媳妇一学，俺媳妇不愿意了。他为了这一块银元不值钱，便宜给俺了。现在银子都几块钱一颗。他给我一说之后，我就去找他是吧？我就拿2块。你拿2块，他不愿意，他只生气。他来问啥吧？要给俺妈告状了。我说你告他，我说到哪我也入理，我说嘞。那是，毕竟这个恁弟借你5万块钱，借了3年。可能你这边对吧，有没有利息都无所谓，但是你回去对吧，那媳妇儿那边得不好交差。这个既然他给你一块银元了，有这个意思就行了。你又拿他2块银元，你感觉这个3年用你5万得多少钱利息合适嘞？3年最低也得4000吧。你都给我看值不值4000？好，其实你这要求也并不高，恁弟啊，也可以说刚开始就满足了你这个要求。就这一块江南人银，你看我刚才就给你简单的已经看了，它这个包浆非常漂亮，是属于酱菜。这个江南人银啊，说实话深打的不多，尤其是品相能保存这个状态的也是非常少。你看你这个，除了这个龙鳞稍微有一点磨损，我没看到有啥毛病，包括它这个流动痕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像这一块江南人银，现在市场上它的存世量因为很少，目前就我给你大概的估一下价。大几千是没啥问题的。大几千，一块银元大几千，那看看这俩能值多少嘞？那是这俩盒子比给这龙阳比着就差点劲了。尤其是这个小头，这个小头是咱国内银元里边最便宜的。你这个是出头元，分不赖，状态也不错，也算是带彩吧。这个小头因为比较便宜嘛，现在的市场价也就1000元上下。另外一块这是江南的小耗子，这个耗子啊是广东宣统的，比光绪的还要多一点。你这个确实不错 ，MS 61分，龙鳞漂亮，而且壁面还带边光的。就这2块的话，我初步估计也就1000多块钱吧。既然不值钱，2块还没有这1块值钱嘞。那对，这个是他给我的，我找这2块我还送给他，我还不要，我都要我这一个都行。那是嘞，说实话，亲兄弟之间啊，这个多少意思也就算了。这个他给你嘞，你可以留下，那另外那2个直接还给他就行了。是嘞，老板你说的是的。不过他不懂规矩，我这当哥的再教育他，不然以后啊跟别人关系协调不好，怕他吃大亏，你知道吧？那是，反正这个兄弟之间要经常沟通，经常协调。没事，你这个拿回去吧，真假是没啥问题，那2个还还给他，有这个意思就行了。好嘞，先谢谢老板。没事。我这个同学啊，太有意思了。咋嘞？昨天老同学聚会，竟然当着这么多人面送我这一块银元。你给看看，这么多年没联系了，送给我个这。多年没联系了，同学聚会上送你一块银元，确实让人挺意外的。不过你这个银元状态还不错嘞，一眼大开门，带彩了8年，而且还带了一个板，连口罩，有运珠下无珠。虽然说评级只给了 XF45分，品相看着全身打。这送给你这银元，可见你这个男同学啊，出手阔绰啊。别提了，这块银元把我整得挺尴尬。咋嘞？昨天才说送我银元，今个都张口给我借钱。借钱都借钱嘛，上来一张口都借20万。
哦。你说都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没联系了，我可能会借给他那么多钱吗？那是，人家都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老同学很多年没联系了，这忽然间送给你一块银元，肯定是有目的的。再说这个借钱啊，一般人肯定是不会借给他的。你们都多年没见了，上来都借20万，是谁啊？我感觉也不会借给他。依我说啊，他就不应该张这个嘴。他准备买一套50万的房子，手里都差20万。正好联系上我了，说赶紧得付好些钱。那是嘞。说还不如把这个好处费给我嘞，哪怕1个月多给我几百块都没事儿。反正是说的是一套一套的。哎，说实话，摊上借钱这个事儿啊，尤其是不太了解的人，最好是谨慎再谨慎。恁同学这个人说的是挺好的，每个月多给你一些，那他直接去贷款不就行了吗？万一这个钱20万你借给他了，他不还你了，你拿他也没办法呀。拒绝他是对的。你说现在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是不是？我当时都拒绝他了。说咱俩才联系上，借我20万太仓促。那是。大家都结婚，有家有口的。对。你一个男的，你给我一个女的借，万一让你媳妇儿知道了也不合适。反正我是不会借给他的。你说的确实很在理，因为你们是男女同学，这么多年没见啊，都结婚成家了，这猛一见面都借那么多钱，别说是他老婆了，就是让恁老公知道了，肯定也不合适啊。我感觉啊，你还是把这个银元还还给他。就这一块破银元，应该也值不了多少钱嘛，100-200块钱的东西。100-200块钱现在确实买不到啊，无论带多少钱啊，你都没必要留下去了。既然你这条鱼没钓到，这个鱼儿啊，你还得还给人家。这种8年是大头啊，在这个袁大头里边，它的发银量是最少的，它这一块比普通的年份要贵2到3倍，这个是8年袁大头里边的一个基本行情。但是所有银元都是看状态说话的，你这个入的是华夏地球革的盒子，华夏评级啊，质量把控的还是比较硬的。虽然说只给了 XF45 分，但实际状态还是不错的。你看，最起码壁面它这2面都是全身打，而且还是带包浆，最重要的是带来一个好板，连口罩，有运主下无主。这个板啊，在8年里边也算是一个名誉品吧。存世量整体不是太多，就目前你这个状态而言的话，大概差不多得4000块钱。就这一块破银元值几千块钱吗？对。我还真是低估了它的价值，我还以为都值100-200块钱嘞。100-200买不住。既然这么贵，我还不能返给他嘞。别人都知道他送给我了，还给他我都吃亏了。我感觉你还是给那同学还回去。如果是100-200块钱的东西啊，真没必要留，何况是几千块钱的东西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平白无故的送给你这个银元，对吧？让恁老公知道了也不太合适。再说他给你借钱，你也没借给他。反正是没必要留，你感觉嘞？你都别管了，对不对？我自有分寸哈。感谢你的建议。没事，谢谢。没事，不碍事。他这个盒子比较脆，你拿的时候找着点，别摔地上了，摔地上它容易烂，好吧？好。是开饭店没经验，找了个大厨，给我撂挑子了。这说让涨工资，我今天得卖2块银元来救急了。开饭店啊，确实离不开一个好大厨。如果生意好的话，可以给他涨一涨工资。2块钱看你的啥个银元嘛。我这饭店才开半年时间，这个月不知道啥回事，生意突然好起来了。本来给大厨1个月开4000块钱的工资，这一下压着要给我涨3000。你这个大厨确实是个势利眼啊！这看你生意忽然好了，这一下子给你要求涨那么多工资。但是你拿过来的这俩银元，这都是杀鸡用牛刀了，2块XF底板的大青和灶虫，整体状态看着还都不错。盒子啊，这都是原盒为动过的，看来你这平时也希望玩个收藏啊。要不是俺这是大厨啊，给我来只要挟，我也不会拿银元来卖。因为我这个大厨啊，厨艺确实非常不错，现在口碑非常好，很多回头客啊都是冲着他的厨艺来的。你说我该不该给他涨工资呢？哎呀，这个饭店毕竟是你开的，要不要涨工资还得你来定。不过话又说了啊，在饭店当大厨的话，1个月4000块钱确实不高。就以咱们这小县城为例吧，你说哪个饭店的厨师现在不都是5-6千呢？开4000的话，再加3000，也比较符合现在的行情。其实7000块钱我也能接受。他刚来的时候给我要6000，我看生意不好，我就给他4000，爱干不干，对不对？没想到现在生意突然好了，我也怕他回去俺邻居那边，万一带着我的客源带走了，那不都麻烦了吗？
那是的，你得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说实话，现在开饭店啊，这个味道好坏啊，完全在大厨的手艺。就怕正常干着干着，大厨跳槽了。刚开始是你少给人家开工资，你感觉生意不好，你有求于我。现在生意好了，人家给你要过来，也属于正常。咋说呀？实在不行，你怕他跳槽，那就给他工资，再给他一些简单的股份，看看怎样满足大厨的正常工资，又能让他为你继续拉套。你平衡一下。我跟你说，咱俩想的呀正好相反啊！我准备在后厨安几个监控，偷偷的呀叫他的厨艺给他学会了，以后我来当大厨，既省了给他发工资，我又多一份收入。哎呀，你看这俩月能值多少钱吧？哎呀，那你这样做的话，确实眼界有点窄了。专业的事还得让专业人去干。你这俩月啊，就是属于龙阳3剑客，最便宜的是这个大秦轩3。皮盒你看给的是 XF92，意思就是壁面有清洗过。你看龙尾出云是属于深斑，大清啊主要是看它这个花枝，你这个花枝非常显现，龙鳞和这个云朵也没啥磨损，壁面前后的状态也算是全身打吧。好就好在这个壁面流通痕迹很少，这么一块的话我能给到你8000左右。8000都8000吧。我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钓鱼，平时就喜欢研究个音乐。我这是个爱。再给大厨凑一份工资。确实你这个爱好挺好嘞，比吃喝玩乐啊强多了。但是你作为一个老板啊，无论怎么着你都得给员工发工资，这是属于常事。另外一块这个是招币中长恩和的，赵中的价格比大清要硬，恩和标注的是克雷恩的，意思就是清洗。你的赵中确实清洗过，但是整体壁面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几乎没什么磨损。四面的话你这细看多少有一点流通痕迹，状态我看给 A 油也不为过，整体还是可以的。目前依我看价格在14500吧。你这次相当于我轻松的卖2万块钱啊。对，这次够给他花3个月的工资了。3个月之后啊，我估计我的学艺也都成功了，到时候啊非得叫他辞退了不能。你还是回去好好的想想吧，给你2点建议。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从零学厨师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如果你店里边生意好的话，多给员工发的工资也不算啥事儿，还是抽时间啊把管理给搞上去。那这都给你吧，你别操心我的事儿了，瞎操心。那行吧。我男朋友真是太大方了啊！才认识3天就把家的金条传家宝送给我当见面礼。听说现在房金不是涨价了吗？你给我看看值多少钱？恁男友拿这种10两的大黄鱼当传家宝，让人感觉挺意外的。虽说这个表面看上去是金光闪闪的，但是我感觉这个重量轻飘飘的，字口总的来说还算挺好。现在黄金确实涨价了，但是如果你这个大黄鱼是真实过去的东西啊，你当黄金卖确实有点亏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男朋友也说了，当黄金卖太亏了。对，你给我看这是哪个朝代的东西？这看形状的话，一般像这种大黄鱼啊，都是民国那时候的东西。民国那时候1两是31克左右，1两呢叫小黄鱼，而10两呢标准重量是312克，大部分都是重量只少不多，因为它们的重量是统一的。像这种大黄鱼啊，在流通的过程当中有磕碰有摩擦，所以重量会有偏差。我前几天啊，准备用这个去金店翻个金手镯。我男朋友把我凶了一顿。说用这个去金店翻不是太亏了吗？那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古董，比现在的黄金要贵10几倍。这是真的吗？我只能这样回答你，恁男友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一般像这种大黄鱼，字口越清晰，品相状态保存的越完好，它的收藏行情越可观。你看普通的黄金市面上，你只要有钱，要多少就有多少。但是像这种字口品相好的这种大黄鱼特别少见，但是你这个大黄鱼我看这不太理想。你放心，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因为这是我男朋友家的传家宝嘛。他说全世界可能就我家这一个。价钱想卖多少钱，暂时我们也没有想好嘞。我听你说这话，你是对这个啥都不懂。我先给你来称一下重量。可以。这个电子秤。192.54克，哎呀，这个大黄鱼的重量是有问题的，和过去的大黄鱼的重量差的太多，很有可能你这个连黄金都不是。不可能嘞，他当时给我的时候啊，我还相信是真是假，所以当时就在上面咬了一口，你看上面还有我留下的牙印嘞，
你说这怎么能解释啊？这个地方原来是你用牙咬的，其实也没啥可解释的。你随便拿个东西往上面你使劲用牙咬，大部分它都会留下痕迹。你可以照镜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牙齿结构，我们的虎牙很尖，反正使劲咬的话都会留下痕迹。通过这个痕迹并不能说它就证明是黄金，你这个操作啊没有依据。哎，那你仅凭一个电子秤，就简单的说我这条金条是假的，你这也太草率了吧？再说了，我看我男朋友他也不是那种小气人啊，我感觉啊，这都挺阔绰的呀。你们毕竟才认识3天，对他是否有详细的了解还有待观察。仅凭重量完全可以断定你这个大黄鱼不是黄金。首先，你拿过来的时候就说了，你这个当传家宝，一般人是看不出真假，但是我们经常接触这些东西，肯定啊和真的大黄鱼区别还是很大的。首先，它这种字口，你看不是太规范，全是现代的电脑体。然后包括这个金条啊，你看有些地方它都已经变色了、褪色了，而真正的黄金它是不会产生这种变色、褪色。你这才拿到手3天，3个月之后啊，它可以完成脱一成黑色，再加上标准的适量重量不对，所以你这个大黄鱼是有问题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不会是因为我不卖给你，你就在忽悠我吧？不存在忽悠你。别人经常说宁毁3座庙，不破1桩婚。我看你是不懂，所以善意的提醒一下你。对一个人才认识3天，不逐一了解他，你还是留一个心眼儿。他刚才不是说，不让你拿到那个金店去换黄金手镯吗？对呀。那你可以去金店，如果说真是黄金的话，别人100%给你换，如果是假的，肯定别人连要都不要，你可以去试试就知道了。对，那你说的也对，反正不能就不要费用是吧？对呀，1分钱都不要，你可以试试。那我去试试。去试试，试试真假。好，那谢谢你哈。没事。